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1号，比特币价格已经站上了17000美金。相信有在看我的视频做多的朋友们，昨天上涨多单应该利润都还可以吧？包括我个人低点抄的一个多单，现在一直选择在爆啊。其实原因很简单啊，之前在低档的时候，天天在跟朋友们讲，比特币它会再站上17000，不要去管它，跌不下去啊。因为这个矩形加上这个矩形，它就是双陷阱的结构，这是一个陷阱，这是一个陷阱。包括这个位置，当时跟大家讲16300美金可能是一个买点，但是你的一个防守位你去观察，或者是16000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买点，因为它当时4个小时里面的这一根 K 线有一个 N 型的转折位。我是一直在 YouTube 上面3天之前的这个视频最后1分钟，你有没有看那一个买点16000，或者是2天之前最后1分钟连续重申了2天，最后1分钟给大家讲的那一个买点16000，相信到现在利润应该都还可以吧。不然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那比特币现在上来的话，它会涨到哪一个位置，怎么利用日线当时低点的买点去判断下一步上涨高位的卖点，或者是它要涨到哪一个位置，有可能我们到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包括昨天晚上美联储鲍威尔主席他是讲加息要放缓，我感觉不重要啊，这些现在觉得重要吗？在更早之前一直在跟大家预期美国的利率已经是达到 4% 了，很多的机构投行预测的一个顶就是在 5%。 那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鲍威尔主席的那个讲话，我是感觉不重要啊，因为预测的顶有可能就是在 5%， 而且 CPI 是在掉头，美股道琼斯都已经在创高了，你要看空这一个全球的风险资产干嘛？不要去看空啊，或者是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，明天也是有一个非农数据要公布，那整个市场到底要怎么来判断，以及狗狗币的整个周线还是观点不变，狗狗币周线是最强的，至于指标要怎么来观察，等下再来跟大家重申啊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佣 20%， 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， 可以不用认证啊。那么先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，其实就这个4个小时里面的矩形，我前面是一直在讲，就这一个16300美金矩形的低点，它可能不一定会破得下去啊，或者是你再去观察16300跟这一个 N 型，这是一个塔形底，塔形底这边不是有一个 N 型的低档，那在这个位置敢买的话，现在的也都还可以啊，就是很简单啊，它既然是这边有一个矩形挖坑，这2个上影线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多方的主力在这边表态了，下去也不一定会跌得下去，因为这个跌的时候，等下来跟大家讲为什么日线级别，但是也是跟大家讲，不一定会跌得下去啊，主要就是日线的背离。那这边也是一个塔形，塔形上去，它就是这边就是一个坑啊。既然能回到这个区间，我前面在这个位置一直在跟大家判断，这个17000不重要，你不要去管它，17000就是会过，现在已经是过了，而且这一次的形态就是双坑的结构啊。这边一个矩形挖坑，这边又一个矩形又挖坑，现在上来的话，那既然4个小时我们这样子来判断，那整个长线我们要怎么来判断它下一步上涨的目标？我们首先要观察一下，前面在低档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，这个位置破位的时候价格在破底，那 KD 指标是没有破底，而且 MACD 更重要。MACD 在这个位置破位的时候，很多人是在担心，我这一天的视频你有没有看？我不是跟大家讲，就是这个 MACD 它柱状放不出来，所以你不要去管它，这边不是一个倒鸭嘴，它不会鸭子在张嘴，就是这边是一个鸭头眼睛，然后这边是嘴巴张开的位置，它不会走成这样子，因为柱状出不来啊，所以这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买点。你如果有敢买的话，到今天其实我一直在选择做多。那还有一点，2个陷阱既然成立了，那更长线的陷阱现在成立了没有？还没有哦。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的，我个人最看重的一个压力位就是在这个18000附近，如果是它下一步能回到这个18000里面，那就跟下方的这种陷阱一样，既然你有矩形破底再翻到这个矩形里面，只要翻到这个矩形里面，你就要给我选择做多。如果是还在看空的一些朋友，现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已经讲话，下一步他们要放缓整个加息的步伐，而且之前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讲，高盛昨天也是又有消息，
美联储明年2季度或结束本轮的加息，利率的顶有可能就是在 5% 跟 5.2%。其实更早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过，美国那边很多机构他们一直在预测美国利率的一个顶部啊，有可能就是在 5%。那现在利率是在 4%， 其实就一步之遥。12月15号到时候我们再去关注一下利率到底会加50个基点吗？还是75个基点？我希望它最好是一步直接加到 5%， 那后期有可能整个利率就是会稳个半年还是1年，到时候可能半年以后或者是1年以后，整个美国那边是不是要降息？因为这也要根据整个美国的通胀情况或者是全球的通胀情况。所以现在的一个位置看到的一个情况是美股在涨，整个道琼斯也是在涨，然后美元指数它整个趋势就是向下的情况，不要去看空啊。那现在的整个情况就是这样子哦。如果是这个矩形能够回上去，我们就类似底部的这种矩形。既然能回到这个矩形里面，那这个矩形的高位就是要过的。那如果能回到这个矩形里面，这个矩形的高位，这个高点可能不是高点，这个高点也不一定是个高点，甚至这个25000也不一定是高点啊。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，就是下一步它涨到什么位置的时候，有可能短线上你要做一些卖出的动作。比如说前面在这个低档破位的时候是跟大家讲 KD 是背离的，那现在有看到日线的 KD 有背离吗？没有啊，而且是周线这一次破低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周线破低点的时候，我们用这一个避案的嘛，周线破低点的时候 KD 背离啊，背离就是买点啊。那如果你是更长线的投资者，下一次的卖点你要怎么找？就是找，如果是比如说比特币价格在上涨，在过高的时候，可能指标过不了高点的时候，比如说它一个高点比一个高点低的时候，你要卖的话是在卖这种位置。所以下一步的卖点，既然这一次我们的低点，如果是你在这个位置真的敢买的话，周线是在背离的位置，以后长线你要卖就是等周线背离的高点位置，买在底背离的位置，卖在高位顶背离的位置，周线啊，或者是你要短的话，那你不然就是日线，买在日线底背离的位置，卖在日线顶背离的位置，有没有可能下一步它背离的时候，价格反而在过高？那到时候看要不要卖在这种位置啊？其实就这么简单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一些重要事件啊，比如说非农就业数据，明天晚上时间我最近都没有去跟踪啊，是不是在9点半啊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上一次的那个非农就业数据，其实我感觉现在也并不重要啊，重要的还是那一个通货膨胀或者是美国的货币政策。现在整个非农就业数据你去观察一下，上一次也是略微超预期，但是整个数值就是在20几万左右，所以我感觉后续我们有没有看到，比如说就业数据能不能达到一个100万级别的那个数据，有可能才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利好。那还有明天晚上要关注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一个美国的失业率，明天晚上也是要公布啊。这两个数值，明天晚上非农就业数值预测的话是在20万，还有一个失业率的话预测明天晚上是在 3.7 哦。你去观察一下它会不会超预期，因为上一次的这个失业率它是略微不及预期啊，是比预测值要高，所以到时候观察一下这个失业率能不能有一个转折。反正整个比特币还是一样吧，短期如果涨高了，你就观察一下它会不会整理啊。那狗狗币我们也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整个周线已经讲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就是它的这一个20的 EMA 跟20的 MA。既然绿色的线是在红色的线上方，牛市的话就是这样子啊。20年、21年的牛市就是这样子啊，绿色的线在红色的线上方，它就涨一根可能会整理，涨一根可能会整理，这是周线啊。所以现在就这样子来观察。至于短期会不会再涨，我前面是一直在跟大家讲，这个高位为什么有压力，就是因为这个位置有一点压力啊，它是接近1年的成本。目前的话还在这个区间，那如果我们用均线来观察的话，其实现在短期是涨幅有点高，所以我是不选择再追了。如果是要追的朋友，除非你手上没有仓位，你要追也可以控制仓位，但是我的观点是长线我们前面有买的话，你尽量给我报成长线啊。现在有可能在震荡，这个位置有压力，也是因为
周线里面这一条绿色的60MA 也是压在头上，所以上一次是过不去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丢 New 2。